养生之道，重在饮食。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肝脏位于右上腹，隐藏在右侧膈下和肋骨深面，大部分肝被肋弓所覆盖。肝脏的主要作用有以下5个方面：一、分泌胆汁；二、转化功能；三、存储功能；四、解毒功能；五、凝血和免疫。同时，肝脏也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，被称之为化工厂。肝脏是人体主要的消化器官，因为要负责分泌胆汁消化食物，所以肝脏在人体中起着重要的角色。同时它又被称为之将军之官。大家都认为肝代谢功能比较强大，一般不容易受伤，其实想法是错误的。肝脏也是一个特别脆弱的器官，因为肝脏上面没有破裂的神经，一般情况下不会感觉到疼痛，这才导致很多疾病一拖再拖，最后拖成了大病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快速排出肝毒的食疗方，连续喝上3天的时间，还我们一个健康的肝脏。首先准备一个苹果，苹果是最普通、最常见、最大众的水果，被誉为世界4大水果之冠，素有美容果、智慧果、记忆果和健康果等美称。时下正值苹果大量上市，甜脆水嫩的苹果是你理想的家庭全科医生。苹果的药用价值记载于《滇南本草》。中医认为苹果性甘，味凉，微酸，具有健脾养胃、生津止渴、润肺嫩肤、除烦安神、解暑醒酒、祛斑美容、平肝潜阳、祛痰泻火、润肠止泻之功用。如果坚持每天吃一个苹果，你就会发现身体变化很大。研究表明，每天吃一个苹果可以缓解 LDL 的氧化过程，对身体健康发挥着关键作用。俗话说得好，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，可见苹果的营养价值有多高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每天要吃上1颗苹果，把苹果切成小块备用。然后准备一把莲子，莲子药食两用，养心安神。莲子益心入脾、肾、心经，清心行脾，补脾止泻、止带、益肾涩精，养心安神的作用广为众知。除此之外，莲子中的钙、磷和钾含量也非常丰富，具有维持肌肉伸缩性和心跳节律等作用。中老年人或是脑力劳动者常吃些莲子，可以帮助稳定心神，增强记忆力。莲子还有非常好的清热去火排毒的功效，特别是对肝脏不好的人来说，我们可以多吃莲子，有利于降低肝火旺盛，防止修复细胞的受损，而且有利于莲子中的淀粉，加快肝脏酶的水解能力，将其转化为糖，存储在肝脏内，降低肝火，还能够预防黄疸的发生，有助于肝脏细胞的修复和再生，让肝脏越来越健康。再准备一把绿豆，研究发现绿豆中含有大量的脂肪、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粗纤维、钙元素、磷元素、铁元素、胡萝卜素、核黄素以及尼克酸。同时，绿豆本身是一味中药，能够清除体内多余的毒素，很好的预防食物或者是药物的中毒。绿豆中所含的蛋白质须多酚，肝脏也是解毒的器官，食用绿豆之后能够减轻肝脏的负担，改善肝脏的功能。平时我们多吃一些绿豆，就相当于给肝脏加了一层辅助。绿豆中所含特别丰富的多彩蛋白酶，可以保护肝脏。绿豆中所含的抗氧化功能，能够保护细胞不受毒素的侵袭。绿豆的降血脂作用，能够防止脂肪肝的发生。绿豆是保肝的良药，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绿豆。加入清水，提前浸泡一会儿，方便煮透、煮烂。接下来再准备一把百合，
百合因百年好合之意，深受人们的喜爱而流传至今。百合花大都洁白无瑕，象征着纯洁、庄严、高雅，经常作为婚宴上的装饰，是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最美好的祝福和期许。此外，百合的药用价值也是极高的，干百合有清热的作用，对于肝脏排毒的功效也特别的好。燥热的情况下，容易导致毒素堆积，百合、菌骨都有特别好的养肺滋阴的功效，能够帮助肺部抵抗毒素，清除体内的毒素垃圾。简单讲，百合养肺阴、安心神，是为补益心肺之良药，又为药食同源之佳品，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百合。最后准备一把红枣，红枣含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、铁元素，红枣不仅口感好，营养价值更加丰富，同时也是肝病处方中常用的中药。中医就把红枣放在养肝汤里面，能够帮助肝脏排毒。红枣有很好的保肝健脾、降低胆固醇、增加血球蛋白抗过敏的作用。红枣也属水果性食物，红枣中所含的维生素 C、膳食纤维以及植物多糖等，本身具有抗氧化的效果，对降低血脂、改善肠功能和心血管、抗肿瘤、防衰老等起到一定的作用。红枣补气、补血、美容养颜，缺铁性贫血朋友可以多吃红枣，特别是女性朋友要多吃红枣。我们可以通过食用红枣，能有效的预防肝脏发生病变，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。在食用红枣时要注意分量，建议每次控制在1到2颗左右。新鲜红枣水分多，含糖量较少，每次可控制在4两到7两左右。同时也要多留意红枣的保质期。我们把红枣剪成小块，这样更能激发出红枣的香味儿。再把枣壳去除，枣壳比较燥热，一定不要食用。下面把准备好的所有食材倒入锅中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开中小火煮40分钟。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时间到之后，这款苹果汤就做好了，此时就可以直接喝了。里面的食材非常软烂，既可以吃又可以喝，这样煮出来的苹果汤既能去肝火，还能养肝排毒，保护肝脏。尤其是肝火比较旺的朋友，连续喝上2-3天的时间，你就会发现有明显的变化。时间长了，肝脏越来越健康，身体越来越年轻，胃口也好了很多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收藏起来吧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您的点赞、关注、收藏和转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